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美国人在退休储蓄方面其实表现良好。前卫集团和 Transamerica 退休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，美国工人的退休储蓄率创历史新高，平均储蓄率达 11.7%， 接近建议的 12% 至 15%。自动入职和更高的延期率等自动储蓄功能功不可没。让我们关注受沙特阿拉伯连续第2个月下调亚洲原油价格影响，全球油价较2个月新高回落，反映出该地区需求持续疲软。下一条，2002年，马克·奥哈雷向马萨诸塞州养老金储备投资管理局提交信息公开请求，寻求其私募股权投资业绩信息。经过与州官员的协商，他克服了创建业务的早期障碍。该业务致力于出售有关私募股权部门的信息。日前，Prechain 公司以 25.5 亿英镑的现金交易出售给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，将创始人 Catapulted 推进了英国最富有的人之列。下一条，尽管高价、高利率和网络攻击等因素影响，美国新车销量仍保持稳定，达到1530万辆的年化速度，表明消费者需求强劲。接下来，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中预计将无法获得绝对多数席位，预计将赢得577个议会席位中的190到250个席位。接下来，凯西·伍德经常在旗下基金重仓股上涨时获利了结，对他褒贬不一。有人认为他是科技先驱，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平庸的基金经理。其旗舰基金 ARKK 近1年回报率仅为 1.09%， 远低于标普500指数。接下来这条，萨克斯第5大道母公司以 26.5 亿美元收购高端竞争对手尼曼·马库斯，合并后更名为 Saks Global， 旗下品牌包括萨克斯第5大道、尼曼、马库斯、伯格多夫、古德曼。此举旨在降低运营成本和增强谈判能力，应对奢侈品牌竞争和消费者支出转向体验的挑战。让我们关注 HBC 以 26.5 亿美元收购尼曼·马库斯，合并萨克斯第5大道和尼曼·马库斯，增强供应商谈判能力和成本控制。合并后的实体 Saks Global 将与诺德斯特罗姆和梅西百货竞争，后者正在与2家投资公司谈判出售事宜。接下来，加拿大将投资 1.2 亿加元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国家芯片网络，以支持其落后的半导体行业。此举是在美国芯片法案出台，加方承诺补贴电动汽车电池制造之际提出的。一些人呼吁加拿大政府加强对芯片行业的扶持力度，并制定工业战略以控制供应链的特定环节，如荷兰通过光刻机制造商 ASML Holding NV 所做的那样。接下来这条，伦敦金属交易所第2季度交易量飙升 27%， 创10年来最高，其中镍合约的大幅增长推动了主要金属活动收益。接下来这条， Web 3技术的兴起为数字安全和去中心化身份带来了创新措施，旨在保护用户并提供可靠、可验证的凭证，通过赋予用户对数字资产的控制权以及使用可验证凭证，该技术提升了数字交互的真实性。下面这条，股票分拆是华尔街的热门趋势，可以分为正向分拆降低股价和反向分拆提高股价。自1980年以来，进行正向分拆的公司在宣布分拆后平均收益率为 25.4%， 同期基准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收益率仅为 11.9%。 2024年上半年，9家知名企业宣布或完成了股票分拆，其中8家为正向分拆。根据分析师预测，其中3家股票有望在未来1年上涨 130%。 接下来，2024年标普500指数不断创下新高，受人工智能热潮影响，龙头公司表现出色，推动市场集中度回升至1970年代以来水平。但美国货币供应量恢复增长，表明大公司优势或将逆转，为小公司发展创造机会。让我们关注亚洲股市预计平稳开盘，交易员正关注将于周五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，以寻找美联储降息的线索。最后一条是，英国劳工党在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，承诺经济稳定，英镑汇率稳定在 1.276 美元左右。市场预期英国政治动荡时期结束，中心偏左的劳工党将减少政策引发的市场崩盘。
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